根据孙传和的医疗记录，他08年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，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下体受了重伤，丧失了性能力。我又调取了其他孙传和的监控视频，发现他在受伤以后髋关节活动受限，蹬3轮只能蹬半圈，所以视频上的人肯定不是他。放人吧。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所做出的推测，莫云云奸杀案的第一现场在歌舞团的杂物仓库，而尸体是用垃圾车运出的歌舞团。从杂物仓库到垃圾车存放点的最近距离是从仓库正门出来，走这条路线，但这样会经过新安庄的监控探头。我们在监控中看到莫云云走进了仓库，但没有看到任何人再进去，也没有看到人出来。所以有一种可能，凶手从后门绕了一条更远的路，将尸体带到了垃圾车存放点。哎，那这个凶手应该对这个歌舞团新庄摄像头的位置很熟悉啊。保安，是保安，那个是你平面图是吧？哦，好的。保安最熟悉新庄摄像头的位置，还有监控范围。我们歌舞团就决定加大保安力度，特地批给我们一笔钱，买监控。我那天在保安室给他看过扣的照片，他问我和案子有什么关系，我不小心把罗霄名字说出来了。真行吧你？你怎么能把案件内容给说出去呢？走吧，去歌舞团陪你将功补过。佳佳，我来你们中心找你了，你也不接电话，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呀。哎，孙烨，现在怀疑你与歌舞团迷奸杀案有关，依法对你进行传唤。啥意思？走一趟。你们这不是冤枉我吗？那天我和小贾一起巡逻，这扣子还是他发现的。你们不信可以问他呀。哪个小贾？保安小贾呀。小贾对你们新庄的监控布局熟悉吗？熟悉。没有比他再熟悉的了。这都是他搞的。小贾现在人在哪？这会儿正在仓库那边巡逻呢。我先去找小贾，你们俩在这看着他。好的，队长。把衣服脱了！把衣服脱了！脱！我脱！脱了！紧脱！
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谢谢。注意别感染了，留下疤可就不好看了。谢谢你啊，姚警官。别客气，这也是我的工作嘛。哎，陆队。哎，没什么大事吧？没事儿，都包扎好了。就是一点擦伤。今天谢谢你了，陆队长。是我该谢谢你，从警10几年，解救过不少人质，你算是冷静的。早就听云浩说过你身手不凡，今天见识了。哎，你怎么会认识云浩呢？冯佳佳是我的学生，云浩是她的男朋友。哦，那你是古典流域的袁老师，袁瑞彤。洛松。没想到以这种方式见面了，鲍罗丁。贾玉芬能闪了。哦，您忙。好。姚警官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好。今天谢谢你。别客气。贾玉帆，认识这个扣子吗？你为了栽赃罗霄，把这颗扣子扔在了你们旧仓库外面，故意让孙建业发现。哎，队长，你看这啥？什么？这是不是警察要找的扣子啊？你这招想的挺高明啊！那你跑什么呀？白费了吗？你觉得这么装哑巴这事儿就过去了是吗？敢做就敢认。张静是你强奸的吧？是。经过说一下。那天晚上，我开始巡逻。张小姐，考虑过后果吗？我考虑什么后果呀？像他们多纯洁，凭什么那些富二代能买一个包，就心甘情愿把衣服一脱，腿一撇？还有等不及的，直接在车里就开战了。考虑这些后果呀？这不就是鸡吗？他们都不要脸了，我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一个个嫌贫爱富，这给你理直气壮的。为什么杀莫云云？那天晚上，我从监控里看见他进了仓库，我猜他多半是取练功的东西，就打算跟进去把他给弄了，还拼命的打我。我一慌，就把他掐死了。你胆儿挺大呀。第一次也不敢，可偷偷的，没想到都成了，所以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了。你一共干过几次5次。另外3个女孩是谁？崔新月、耿小荣，还有一个冯佳佳。谁？叫什么？冯佳佳好像是个弹钢琴的。咱联系受害者来取证吧。
那天程元浩走了之后，王思琪在回去的路上，有一个人就把我拽走，我就大喊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不怕了，佳佳。没有人救我。佳佳。元浩，对不起。什么？有些事我想告诉你。你等着，你等着。这怎么都给发网上了？太过分了！这狗仔拍照都拍到咱门口了。怎么了？罗顿，你看看吧。这微博有点过了啊，把人这些受害者的照片都发网上了。队长，小佳，小佳，你别跟他好吗？小佳，小佳，小佳怎么了？我们练功回来，发现在宿舍里，他吃安眠药自杀了。自杀？他为什么自杀？我给你看个微博，你往后翻。哎，陈浩！哎，哥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哥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认识，咱们小区红人，卓大记者。那您知道他住哪儿吗？那儿，3栋8杠4，就这栋。对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你找谁？你就周凯啊？是吗？云浩，来人呐！救命！你们是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报警了。不用报，我就是警察。不是警官，抓他！疯了，你知道？疯子！走开！泄露受害人信息，知道后果是什么？我说的是某团某人，我也没点名道姓。再说，都是他们团里人告诉我的，我报道事实有错吗？说呢？大不了我立马删了，行吗？人都死了，你他妈什么都有屁用！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道歉，我赔钱行吗？不要你的钱，我他妈就要你的命，今天！站那！
要干嘛？听好，把你伏案的那些东西立刻给我删了！不是警察，我弄死你！警官，你这个算威胁吗？我现在立马就给我律师打电话。还有啊，我明天再写篇文章，就说警察滥用职权，威胁良好。云浩，云浩。 人生要经历无数次离别，但总有一些人的离去让你刻骨铭心，仿佛失去了整个世界。因为他的声音，他的气味，他的举手投足，早已深深地烙印在你的生命里。 有时候我就在想，为什么这种事情总发生在我身上？先是我爸、我妈、我姐，现在又是佳佳，是不是该死的人是我啊？最后，哎，如果那天我送他回宿舍的话， 别再瞎想了，这件事真不能怪你。我真希望我在当年那辆车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兴许就能看见他们了。傻孩子。先生您好，请帮我查一下我在哪个房间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谁呀？谁呀？怎么是你？你这要去哪儿啊？去学校。今天不是没课吗？我打算去学校住一段时间，不回来了。那你把饭吃了再走吧。我不饿。 队长，查了啊，死者叫张峰，男的，入住这个酒店的。香角现在正在做尸检呢。监控掉了吗？掉了，杨华正在弄呢。队长，这边。骆队，哎，队长，哎，陆队。 这些伤都是电击造成的。死因是什么？根据尸体的表面性状，初步判断窒息是主要致死原因。不过具体情况得回去进一步检查后才能确定。
这眼镜带回去查指纹。哦。几个人办的登记啊？一个，就张峰一个人。死者呢叫张峰，本地人，41岁，他是在一家心理咨询中心做咨询师的。他昨晚上8点入住的锦华酒店，在第2天上午9点的时候，由工作人员呢发现了他的尸体。周围的客人也问过了，说除了电视的声音呢，没有听到过什么奇怪的声音，可能是作案的时候故意把电视声音调大。要这么说的话，这凶手计划还挺周密的哈，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。咱们是不是应该先从仇杀入手啊，队长？等等尸检报告，还有天华那边到门面弄这儿就是张老师的办公室，他平时出诊就在这儿。他昨天什么时间离开这儿呢？差不多到7点才走，走之前一直在给一个患者做心理辅导。他是自己离开的吗？是。张老师最近有没有跟别人有过过节啊？没有吧？张老师人蛮好的，脾气也很好，从来没有见他跟谁红过脸。他平时住这儿是吧？哦，他最近才搬过来的。为什么？我听说他最近跟他老婆正在闹离婚，上回他老婆还来这儿跟他大吵了一架。就是照片上这位啊，是他。他太太叫什么名字？叫邱莹，是个外科医生。那他最近有没有跟其他的女性接触的比较密切呢？这我倒没听别人说过，不过有也不奇怪，现在什么社会对吧？电脑密码多少？哦，这个我不太清楚。李东，把电脑拆下来带回去，让天华查查。好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张老师的患者，昨天下午张老师就是在给他做心理辅导。他们啊，他们是警察。张老师人呢？他让我今天过来找他。哦，我不知道。你们昨天什么时间结束治疗的？昨天得快7点了吧？张老师有个会要去签到，就先走了。哦，对，心理卫生协会组织的会议。心理卫生协会。张老师是那个协会的会员。怎么称呼？陶子仲。陶子仲啊，麻烦您留个联系方式吧。那个张老师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电话别关机啊。啊，打扰了，谢谢配合。天华，队长，哎，来，张峰的电脑。你怎么自己抱回来了？李东呢？他跟乔小丽走访张峰家属去了。那我先检查一下电脑。好，快去吧。哎，陆队，刚好你回来了。张峰的尸检报告出来了，经过解剖和毒化分析，可以确定死因是头套塑料袋造成的机械性窒息。由于尸体被发现时尸僵尚未缓解，结合胃内容的10米氧残渣推定，死亡时间在昨天晚上8点半到10点之间。哎，那个眼镜查了吗？那眼镜上不仅没有凶手的指纹，连张峰的指纹都没有，被凶手擦掉了。8、9不离十。好，你忙去吧。好。
骆队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也刚来一会儿，不想打断这么优美的琴声。见笑了。我虽然是个外行，但我也能听得出好坏。那你觉得我刚才弹的是好是坏啊？你刚才的版本更加孤独。说说。马苏卡的部分本来应该是欢快的集体舞，但刚才听起来像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跳舞。鲍罗丁果然是深藏不露的高人。你别笑话我，我随便乱说的。没错，我弹的时候感受到了离别和孤独，即使是在最热闹的舞会上，也会有人形单影只。人群深处的孤独。这几天怎么没见你更新公众号啊？古典流域是之前我跟佳佳一起做的，现在他人不在了，我也没什么动力再继续做下去了。可是换一个角度看，正因为之前是你们两个一起做的，那不是更应该把它延续下去吗？对不起啊，袁老师，我今天来其实就是想告诉你，贾月凡那个案子，法院已经判了死刑。那个曝光冯佳佳信息的卓凯，也被我们依法进行了拘留罚款。所以这是个好消息吗？算是法律还了冯佳佳一个公道吧。人都不在了，就永远没有公道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骆队，你等一下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这个你一直没找到吧？是，我真的找了好久了。就当感谢你上次救了我一命。那我收着了。这是脚风琴啊！我小学音乐老师就是弹这个上课的。这是我第一架琴，所以就留下来了。以后再有找不到的唱片，再来麻烦袁老师。没问题。公众号我会试着做下去的。好，谢谢，不打扰了。我送送你。其实我车就停在门口，袁老师留步吧。嗯。哎，邱大夫你好，啊，我是警察。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是这样的啊，邱大夫。昨天张峰在一家酒店被害了，我听说你们俩打算离婚是吧？谁提出来的？我提的。但是他不同意是吗？对，他不肯离。不怕你们笑话，在家的时候，只要超过6点半我没回家，他就会怀疑我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干了什么。我所有的电话、短信，他都要知道联系人是谁，说了什么事情。跟他在一起，
我就像是坐牢一样，我受够了。离开他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解脱。我知道，我这么说你们会更加怀疑我。不过我不怕，他这种人不值得我这么做。立冬，我刚才跟他们护士长聊了啊，他们说昨天邱莹确实是在医院值1天班呢。是吧？我觉得也不像。为什么呀？首先，人家不在场证明充分；再一个，非常明显，你看他目的就是离婚，犯不上杀人。李东，不是我说你真进步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啊，我感觉就是给你待的。这是酒店走廊的监控视频，我筛查过一遍，发现在案发当晚9点左右，就是这个女人进了张峰的房间。你这还能放大吗？看不清楚她的脸啊。因为视频监控的像素有限，加上角度的问题，很难看清楚她的样子。那有没有其他位置的监控？她进出酒店大门的时候都被人挡住了，然后很快的就离开了画面，所以很难看清楚她的相貌。而且她出酒店房门的时候都是背对摄像头的，电梯间里的监控也没有拍到她。啊？那走的楼梯啊？这是有预谋啊！这。不过我刚才检查张峰电脑的时候，又发现了一条线索。我通过残留在浏览器里的历史记录，看到了张峰经常浏览的网站是什么？装什么呀？不知道这网站啊？这怎么好像说的我应该知道似的？这不是一般的成人网站，这个叫色迷之家的是一个 SM 爱好者的论坛。我破解了张峰的密码，发现他不仅仅是会员，还是这个论坛的活跃分子。你们看这个啊，他和这个叫夜色女王的用户互动非常频繁。那这夜色女王就是刚才进张峰房间那人吗？这我有点不明白啊。他俩都这关系了，那他为什么还要杀张峰啊？应该是个意外吧。啊？你具体说说。医学上有一种说法叫性欲倒错，指的是行为人满足性欲的方式或对象偏离正常，并以此类性偏离作为兴奋满足的主要方式。常见的手法有鞭挞、滴蜡、语言辱骂，重口味一点就包括捆绑、窒息和电击，这几点都和张峰的情况吻合。这个，哎，没有，个人意见，仅供参考啊。行了，起什么哄啊你们？秦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？就是说，张峰通过这个叫窒息还有电击获得性快感，但是呢发生意外了，对方为了逃避法律责任，把现场清干净以后就逃走了。心理卫生协会问了，人家那天没召开学术会议。张峰说开会就是个借口，他去酒店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跟这个女人约会。但到底是意外，还是说对方早有预谋，这个还不能太早下结论。那咱就找这夜色女王啊，找着她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我试试。这话说的都挺有意思啊。怎么样？有什么进展吗？没有，挺活跃。夜色女王，各种互动，没有个人信息。这定位的位置啊，这对你来说不跟玩似的。这些论坛的服务器都在海外，而且大部分用户都是用 VPN 登录的 ，IP 地址都经过特殊加密，更何况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了。我看我干嘛？你行啊，可去一边吧，想点有用的吧。我不好这个。你可以耗一下。那我可以耗，你怎么不可以耗啊？这夜色女王不是很活跃，逮谁勾搭谁吗？反正人也找不着，我们可以让她自己出来，自己送上门来。不是，他是外卖呀，点他呀。你得点呀。你怎么不点呀？哎，你说咱队里这几个料，你不能让队长去了。这技术宅一个，那见到姑娘这嘴都张不开。我都2个孩子的父亲了，人老色衰的，人家也看不上我呀。就你这小帅哥，这身材，哎，你别说夜色女王了，男王都得给勾搭出来。
事实肯定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也不想去，好事没有，我不去。你是不是害怕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要把它兜走了，我们两头守，但凡有一点动静，马上冲进去。拉倒，我信不着你。谁跟我说要拿队里1等功来着？机会啊！哎，干嘛呢？我就算了，我怎么想怎么是坑。坑谁了？坑我了。李东，都到这节骨眼上，你干嘛呀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就在这儿，你要有危险，我第一时间冲上去。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别掉链子。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？你就在这儿吗？加油。这好使吗？听不见吗？哎，听不见，不行。听得见，什么听不见？你真有闲心。有味儿啊！怎么了？啊，挺专业这屋。阿姨啊！哎呦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有个气球。哎呀！喂，这个窃听器掉水里了，还能用吗？李东，你怎么这么笨啊你？喂。找谁啊？